我重生在了3年前沈燕传来死讯的那一日。上一世，我怎么都没有想到，沈燕居然会假死做局。都是你这个该死的小贱人！你害死了我的燕儿，我要你给他偿命！夫人糊涂了，娘子怎么会害姑爷？你给我起开！都怪你，我是他纳妾，他怎么会毒计下江呢？这才遇到了悍匪。悍匪，他们果然早就在做局，可惜这么拙劣的眼睛，我上辈子就没看出来。你真该死！你竟然敢打我，害死了我的燕儿，难道还想害死我吗？你这个黑心肝的毒妇！且不说现在沈府的富贵日子都是靠我的嫁妆，咱就说夫君现在生死未卜，你怎么能咒他？这可是你给他的护身符，他从不离身，难道这还有假？做戏果然有道，上一世我就是被你们这样欺骗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，我是不会相信。既然婆婆这么担心夫君，那就去佛堂给他祈福吧。江叔，你上错反吗？你个小贱人！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送你一程。下江南替我杀了这个人，这是1半的定金。姑娘放心，我乃天下第一杀手，手下从无活口。夫人，少爷的尸体被送回来了。说好的假死设局，报个尸骨无存，埋个衣冠冢，这怎么会真的死了？不可能，燕儿她不会死的。我的燕儿！娘子，夫人那边哭天抢地的，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？夏，死夫君的爽感，你不懂。完了，娘子怕不是受打击太大，失心疯了吧？燕儿，我的燕儿，血不该，我不该，就不该娶这个扫把星进门了。你这个扫把星，要不是燕儿坚持，我绝不会让你这个悍妇进门。你这个小贱人，害死我儿，我要杀了你！母亲，你那么激动做什么？你不是早就知道沈燕死了吗？难不成上一次你是骗我吗？哦，你个能说会道的小贱人！你害死我儿子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住手！夫君，你没死。燕儿，我就知道你没事。娘，我不是沈燕，我是沈荣。沈荣？沈荣是谁？我和燕帝是双生兄弟，因双生不强，所以自幼被送走。这次我恰好得到了一个候补的官职，赴京路上得知燕帝出事的消息，就安排人先把他的尸体送回来了。看来杀手没得手，这里的只是个替死鬼。这个废物还说自己是什么天下第一杀手。哎呀，蓉儿啊，你弟弟他死得好惨啊！哪怕你弟妹是他害死燕儿的，你也要替他做主啊！娘，此事纵然与弟妹有关，但杀他的人并不是弟妹。不过我已经把凶手带回来了，在驿站就是他放火烧死了二弟。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是他。是他！你胡说！我可从未见过二弟，怎么会指使你去杀人？就是你！当时天色晚，你又蒙着脸，但是我记得你的声音，还有你头上的簪环。幸好那日为防杀手坏事，我留了一手，伪装成云瑶的声音，故意佩戴云瑶素日喜欢的钗环样式。不可能，云瑶是我的妻子，她没理由这么做。妻子？所以大哥是因为从小被送走，心中有怨，才指使夫人买凶杀人，好名正言顺地继承沈府的财产。若有此心，天打雷劈！就算大哥没此心，也防不住枕边人。来人，把这个图谋不轨的女人给我抓起！
我要他给我夫君偿命！我要他给我夫君偿命！弟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就喊打喊杀的性，我真是第一次见。怪不得二弟为了躲你要下江南，他如果不走这一遭，他根本就不会死。对呀，那都是你这个贱人，都怪你这个毒妇！你们都少说两句。虽然二弟是因为弟妹才出了意外，不过这种事情，想必弟妹也不愿意看见吧？指责我的理由还真是和上辈子如出一辙，只可惜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愧疚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只有千日做贼的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现在真凶就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是不愿意送官，那我就只好亲自为我夫君报仇。弟妹，真的不是我！你个小贱人，敢当着我的面杀人！等等，我想起来了。江叔，你疯了！是啊，我疯了。在我夫君死的那一天起，我就疯了。我答应过我夫君，我要替他报仇的。现在轮到你了。你究竟是想杀人灭口，还是想替沈阳报仇？我看刚刚凶手分明指认的人就是你。弟妹，杀了凶手倒罢了，对大嫂，你也敢动用私刑？我堂堂英国公嫡女，就算杀了你们所有人，你信不信？我也不用付出丝毫代价。你们都给我冷静一点！弟妹，凶手既然已经死了，那这件事情便结束了。自家人也没必要拔刀相向吧？夫君，你快看看呐，他们一个个都欺负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寡妇。你要是还在，你肯定会帮我的，是不是？爸，既然夫君已经走了，夏儿，收拾好嫁妆，我们也该离开沈府了。不能叫他走啊，那么多嫁妆啊！弟妹切莫生气，方才都是我们的不是。二弟虽然已经走了，但沈府仍是你的家。你们方才都说我是害死夫君的凶手，我在沈府哪还有立足之地？怎会？弟妹，我会像二弟在世一样，好好照顾你的。真的？我不信，除非你跪在我夫君面前向他发誓。二弟，你就放心去吧，我会代替你好好照顾弟妹的。如为此事，天打雷劈。不过弟妹，女人在世还是得靠子女。我与夫君成亲3载，膝下无子，我的命好苦。我儿怀瑾今年8岁，我愿意过继给弟妹。怀瑾，叫娘。娘，来了来了，你们还真是心急呢。可怜我上辈子真是眼盲心瞎。我夫君尸骨未寒，现在说这些怕是有些早。当然，大哥的儿子必然是好的，只是我还不知道我与他的性情是否相符，还是先观察一段时间。也好，弟妹身体不好，先回房间吧，这里有我们。怀瑾，去服侍你娘。是。上一世我尽心尽力栽培沈怀瑾，没想到这个白眼狼根本就养得水。这一世我要你们每一个伤害过我的人都受尽折磨。夫君，你不是说江叔是一个蠢货吗？我们可以利用他对死去夫君的愧疚，借助他的嫁妆，还有他国公府的势力，让他全心全意栽培我们家怀瑾上位。现在看来，他不仅不蠢，而且还很有心机。我与他夫妻3年，他什么脾气我还不知道。公府嫡女，看似强悍，实则软弱，强装面子罢了。你们就等着瞧好。至于那么麻烦吗？只要我们给他吃了空心，他就会任由我们摆布，不比现在这样不可控制的强。这个办法好，可我总觉得这个小贱人的性子似乎跟以前不大一样了。那我们就得细细筹划一番。娘，先喝碗汤吧。你有心了，这几天忙前忙后的伺候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父王我儿做牛做马这么多天，赢得他的信任，
现在这碗汤里放了控心骨，他果然不怀疑。哎呀，看你这么辛苦，要不这碗汤赐给你可好？这是给娘的，我不能喝。上有赐，不敢辞。你拒绝是什么意思？没把我当长辈是吧？真是该打！娘，您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这孩子不管教怎么行？怎么，大嫂这是心疼了？要是心疼，就领回去，以后也别再说什么过继的。弟妹说的是，她应当管教。你个坏女人，我才不给你当儿子！你说什么？怀瑾，是谁教你说这些话的？她打我，她就是坏女人，我不要给她当儿子！娘救我！弟妹，怀瑾侍奉你吃饭本是好事儿，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？他心疼我，我也心疼他呀。来，好孩子，喝了这碗汤，我就认你当儿子。不喝，我不喝！怀瑾啊，我之前待你好，也没见你这般拒绝啊。难不成这碗汤里放了毒药不成？弟妹，怎么可能？那就找个大夫来看看吧，要不然我不放心，说怀瑾真是居心不良，想要害我。就算他是个孩子，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弟妹，绝对没事，我喝给你看。弟妹，看，我就说没事吧。怀瑾，好好侍奉你娘，我就先走了。我不要她做娘！其实我也知道怀瑾这孩子没有坏心，只是想锻炼他，若不然怎么承袭英国公的爵位啊？爵位？弟妹的意思是？我是英国公的嫡女，父亲是想将他的爵位传给我的后人。谁是弟妹的儿子，谁就承袭爵位？只可惜我既没有孩子，怀瑾也不愿当我的孩子，这爵位怕是要便宜旁支了。当他的儿子就能拿到爵位，这不比在官场上一点点往上爬好多了？我就不信你能忍住。我愿意给您当儿子，我愿意给您当儿子。大哥，这我如何受得起？不，母亲，我知道英国公府爵位悬空，您身边需要有人倚仗，我愿意过继到您的名下，给您当儿子尽孝。往后您的荣辱便是我的荣辱。既然你有这份孝心，我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，只是这过继之事并非儿戏，得按照我的规矩。是。以后你每日晨起需到我这里请安，3餐都要亲自侍奉。再者，这过继仪式也得正式，得让沈家族亲都做个见证。全听母亲安排，儿子一定不让您失望。什么？你让我叫她娘？不可能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当我婆婆？小声点，这不过是权宜之计。等我拿到江叔手里的资源和英国公府的财富，到时候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？江叔一个寡妇，她还能翻得了天？此事若被婆母知道，她肯定不答应，到时候可怎么办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过继仪式的时候，我会先把她支开，先瞒着，等木已成舟，她还能反对不成？好，就这么办。娘子，你就任由他们得逞，他们不会得逞的。借种？没错，我就是要借种。只要有了孩子，英国公府的爵位就能名正言顺地留在我手里，沈荣他们也翻不了天。好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娘子，这几位都是楚馆的头牌，不仅长相出众，而且知行识趣。见过夫人。夫人是第一次过来吗？今晚就让小的好好伺候伺候您。先下去吧。都下去吧。娘子，要不奴婢让宝头再换一批过来？不用了，
还是另想办法吧。这宝头怎么不说一声就把人给换了？罗碧这就找他去。等等，这个倒是挺不错，就他了。娘子，这是1夜就能怀孕的药，还有催情香。您万事小心，奴婢就在门口候着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狐仙姐姐呀。至于你，自然是我的情郎了。乖一点，姐姐疼你。狐仙姐姐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反正就这一次，就当被狗咬了，忍忍就过去了。5000两，想不到朕还挺值钱的。小莲儿，昨儿个伺候贵人辛苦，爸妈给你好好补一补。今晚你可早就被定下啊！你不是小莲，你是谁？皇上，属下救驾来迟，请主上责罚。跟你没关系，朕微服私访事，没几个人知道，定是八贤王在背后搞的鬼。皇上，这八贤王也太嚣张了，是不是？八贤王势力大，心机深沉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继续搜查他的罪证，在此之前，给朕找一个人。找人？什么人？一个女人。夏儿，你确定此次能还上？娘子，您就放心吧，这可是千古生子的秘方，绝对有用。跟他在床上颇为美妙，还以为能多用几次呢。不过也罢，我大仇未报，一段露水姻缘而已，不必在意。娘子，前面还等着您敬茶呢。儿子给母亲敬茶。这沈荣为了爵位，连亲娘都抛弃，真是丢人。可不是嘛，推这个寡妇叫娘，也骗太后了吧？就是，蓉儿已经敬完茶了，接下来就该儿媳了。香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夫君认你当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叫你婆婆？蓉儿现在是我过继的儿子，你作为他的妻子，理应孝敬我这个做婆婆的。你简直是强词夺理！你才多大啊，就想当我婆婆？你简直是不要脸！蓉儿，你也听到了，不是我不想认这个儿媳，实在是云瑶姑娘不愿意。我看
这过继仪式就算了吧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想让我白忙活一场吗？夫君，这个女人分明就是在故意羞辱我们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放肆！母亲好心接纳我们，你竟敢对母亲无礼！快给母亲赔罪，否则我就休了你，让你这辈子见不到孩子。光跪着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明不白的茶，我可不能喝。母亲，请喝茶。江叔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！儿媳，你这话就说错了，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？许是你刚刚敬茶的时候心不诚，连茶盏都端不稳，这才弄了自己一身。别闹了，忍忍就过去了，想想怀姐的将来。母亲，请。好了，心意到了就行了，我也乏了，你们先退下吧，记得明天一早来请安。是，母亲。蓉儿，你刚才叫这个女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做娘？你的妻娘我还在呀！你今天特意把我支开，就是为了做这种事情。夏儿，明日过继仪式，沈荣肯定会想办法将沈夫人支开，也找个法子把她请回来。沈夫人说的是，按道理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母亲，所以蓉儿，以后你就叫老夫人婶婶吧，免得外人误会。母亲说的有理。蓉儿，你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亲娘变婶婶，真的是闻所未闻啊！养了这么个不孝的儿子，我要是老夫人呐，真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再者，一家子只能有一个主母，为了不让外人说闲话，以后婶婶就去家庙里面休养吧。江叔，你个贱人！蓉儿，你看你婶婶这样，这可怎么办？既然蓉儿为难，那不如……母亲说的有理，全听母亲安排。送婶婶去家庙。疯了！你们全都疯了！娘，哎呀，快把老夫人扶下去，别耽误了去家庙的时辰。母亲，跟着他们。你这个蠢货，蓉儿糊涂，你跟着糊涂。他认别人做娘，你怎么不知道拦着点儿？你们是要翻天吗？娘，我劝过了，他根本就不听我们的，他满脑都是爵位和财富。娘，瑶儿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神府的将来。等我继承了英国公府的爵位，有了权力和财富，我们想怎么处置江叔就怎么处置他。总有一天要把江叔碎尸万段。哼！哼！娘子，沈荣和云瑶等计划拿到家产，恐要对您不利，要不先下手为强？无妨，我自有办法。儿子儿媳来给母亲请安。蓉儿这么乖，做母亲的自然要赏你。进来吧。小女苏婉月见过沈公子。江叔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给他纳妾，我不同意。儿媳误会了，
我不过是给蓉儿送一个模样周正的丫鬟，蓉儿日后要进官场，身边少不了一个体面的人伺候，不然岂不是丢了英国公府的脸？小女无依无靠，只想跟着沈公子好好伺候他，绝不敢争宠。还是母亲考虑周全，儿子谢过母亲。如此，那就恭喜夫君，多了位得力的丫鬟。哼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想使美人计，这种想爬床的女人，来一个我弄死一个。婉月，你放心，我给你准备了嫁妆，以后若是在沈府少了一根头发丝，我可不依。你呀，就好好的伺候好蓉儿，莫要叫我失望。是，夫人放心。别着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没想到江叔这么大方，连这府里丫鬟的陪嫁都这么丰厚，看来我选她当母亲这条路是真的走对了。公子，这汤是我特意为您炖的，您尝尝。好喝吗？夫君，你这是在跟他做什么？云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竟敢在书房里撒野！我治不了她这个狐妹子，我还治不了你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这才多久，你就被那狐妹子给勾引走了？怎么了这是？这么晚了，吵得这么厉害。母亲，刚才云瑶说我和苏姑娘有染，所以争执了几句。沈荣，当初娶我的时候你说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，可现在你却当着我的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，你难道不怕被天打雷劈吗？他发的誓若是都能应验，现在恐怕已经被雷劈的渣都不剩。云瑶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休了你？休了我？那你信不信我把你的事情全部抖出去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哪有什么秘密？让别人知道了，我们都得死。瑶儿，刚刚为夫只是一时冲动，我们夫妻情谊这么多年，情深意重，怎么可能说散就散呢？那好吧，你答应我，把苏婉月这个狐狸精给我赶出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婉月并无过错，怎能无缘无故的赶出府去？要我说，云瑶，你作为蓉儿的妻子，应该有容人之量。婉月既是我带来的人，那不如就让她在沈府做个贵妾吧，也好为你分担一点家务。不可能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是吗？看来你们都没把我这个母亲放在眼里。婉月，我们走吧。母亲切勿动怒，让儿子再好好劝劝云瑶。瑶儿，想想怀瑾，不要因小失大。好，那我答应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那最好了，那从今天开始，婉月啊不，苏姨娘就是沈府的贵妾了。夫君，求求你不要去找苏姨娘。放心吧，我就是去逢场作戏，马上就回来。江叔，这笔账我早晚会跟你算。母亲，苏姨娘温柔懂事，儿子甚是满意，多谢母亲玉成。那就好。
估计是找我要好处来了。蓉儿还有事？母亲，儿子最近在周旋权贵，手头有些不大宽裕。您也知道，跟这些人打交道，少不了要花钱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母亲的东西，迟早都要留给你。我江家光南城外就有好几百亩田产，到时候光收租就是一大笔钱。多谢母亲，母亲真是太心疼儿子了。光嘴上些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母亲最近手酸得很，端不动汤粥。夫君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江叔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到底在搞什么鬼主意？云瑶，别胡说，我正在给母亲尽孝心。我呸！这哪是母子该做的事情？你们分明就是在行苟且之事。蓉儿，我好心给你们田产，却遭如此奇耻大辱，真是不识好人心。看来这田产我还是收回来吧，免得被旁人说我纵容儿媳不懂规矩。你疯了吧？还不快闭嘴！母亲，云瑶最近神情恍惚，嘴里有些风言风语，母亲千万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哦，她既然身体不好，怕是难以继续相夫教子，辅佐你的仕途了吧？母亲说的是，儿子立马夺去云瑶正妻之位，降为妾室。夫君，你……瑶儿，别误会，我刚才都是做给江叔看的。等拿到了他的全部家产，我保证亲手弄死他。你真舍得杀他？一个没有后代的女，死了就死了，到时候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孩子的。你们说的很有道理，可惜我就要有自己的孩子，你们的如意算盘无法得逞。皇上，还没找到人吗？是属下无能。再加派人手，便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人给朕找到。是。恕奴才多嘴，那姑娘与皇上有何恩怨？若寻到此人，是捉拿问罪，还是另有安排？寻到人，只需要暗中盯紧，莫要惊动他，掏走了朕最重要的东西，朕要亲自相报。是。少奶奶，不好了，我家姑娘病倒了。什么？带我去看看。这段时间是我疏忽了，我这就把你送出去，好好养身子。夫人，不要把我送走，我不要回去。你先别激动，你要是不想走，我不会逼你。这里虽然吵闹，但却比伺候10几个男人好多了。就是我做的不好，没能让大爷夫妻反目成仇。表面上没有，心里已经有了芥蒂，或早或晚都会派上用场。你先好好养病，不用担心这些。这是放粮文书和一些银钱，你收着。什么时候想走了，跟我说一声便是。江叔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让你好看。苏姨娘，我家小姐看你这几日病着，特意煮了安神汤。江小姐真是菩萨心肠。
苏姨娘，苏姨娘，你怎么了？苏姨娘，苏姨娘，苏姨娘，苏姨娘！大胆奴婢，竟然敢在神府行凶杀人！苏姨娘，给我绑了，送去京兆寺。是。不是我。放开！给我放开！不是我做的！住手！儿媳，你这是何意？事情尚未查明，岂能轻易定罪宋官？焉知不是有人蓄意栽赃？栽赃陷害，江叔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可真是会给自己人变通。汤是夏儿送的，碗也是夏儿端的。苏婉月喝下之后便毒发身亡，莫非这还能有假不成？弟妹，你如此包庇他，莫非是要徇私枉法？瑶儿，不得无礼。母亲，云儿，面对母亲，你要放尊重些。蓉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这好媳妇儿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要拿我身边最得力的人送官。母亲为神府做了这么多，儿媳还是不信我。那你呢？你信为娘吗？母亲，您这是说哪儿话？儿子当然最信您。沈荣，你只是众目睽睽之下，夏儿确实难脱嫌疑。不过依儿子看，送官府恐伤神府颜面，不若先行家法处置，一来以示惩戒，二来也可堵住悠悠众口。我不同意。母亲，您不同意，莫非这幕后主使是你？云瑶，说话小心点。奴婢刚才奉命搜查，在夫人屋里的装扣底层中发现了砒霜。江叔，如今这证据确凿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看你这次还如何狡辩？你放屁！分明就是你栽赃陷害我们家小姐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自然是将你们这主仆二人抓起来，一并送去京兆府尹衙门。纵使你是国公之女，谋人害命，也难逃这律法的制裁吧？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？商量的余地，好呀！看在我们昔日的情分上，我便给你一个机会，给我跪下，自请家法，我便可以考虑少你一条狗命。我明白了。那蓉儿，你怎么想？有了江叔的把柄，以后就能更好拿捏他。母亲，儿子自然是向着你的，只是事关人命，儿子是有些为难。作为母亲，当然是不能让儿子为难。云瑶，还不赶紧给我跪下！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说什么？这是你托娘家表兄在回春堂购买砒霜的证据，还有你们往来的书信。我本以为你买这些东西是为了害我，没想到却害了婉月。胡说！这些东西明明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，关我何事？奴婢可以作证，3日前是大奶奶身边的嬷嬷将那包毒药交予奴婢，吩咐奴婢偷偷放在夫人的窗帘底层的。当时奴婢并不知道是毒药，只以为是一包寻常东西。大奶奶还少了奴婢一只金簪子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这不是你素日里最爱的簪子吗？云瑶，贼喊捉贼，谋害姨娘，栽赃主母，桩桩件件皆是死罪。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押下去，即刻送往京兆尹衙门。父亲，求求你饶了我！我不能去衙门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！我不能去啊！母亲息怒，若将此事闹上公堂，沈家颜面何在？而且儿臣仕途刚刚起步，还望母亲怜惜，家法处置即可。现在不为难了，方才话里话外都在维护他，难不成你跟他是同伙啊？还是说送官不妥，是怕他日后攀咬住你？我可不想要一个跟人命有牵连的儿子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失去嗣子身份和英国公府的重礼，看来只能弃车保帅了。儿子明白了。
夫君，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，他是在骗你啊！死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把大奶奶绑起来，交由母亲处置。沈荣，这是一个伪君子，你忘了究竟是谁在替你生儿育女，又是谁在陪你做戏？江叔，你也真是一个蠢货！我告诉你，你口口声声叫的儿子，其实根本就是……贱人，给我闭嘴！胡说八道的舌头，不要也罢。哼，罢了，把他贩卖出去算了，不用送官了。母亲慈悲。我还要处理婉月的丧事，这里由你处置。是。我不能说话，可我还能写字。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江叔，我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自相残杀。你是不是觉得说不了话，你还能写字啊？啊！砸断你的手筋脚筋，让你写不了字，写不了字！敢挡我路上，都得死！娘，你怎么了，娘？怀瑾，没事啊，等我荣华富贵了，你要多少娘，我给你买多少娘啊！乖啊！沈荣既然如此狠毒无情，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看来要尽快解决此事才行。皇上，查到八贤王王妃与沈府关系不错，但目前还不知沈府是否参与了朝堂纷争。不过，说，皇上上次让找的那个女人，也找到了。是谁？快带进去！是沈府的少奶奶，江疏。狐仙姐姐原来是别人的夫人，看来得动点手段才行。皇上，您难道想强人妻啊？有何不可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不用。他夫君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死了好啊，你安排一下，朕要去沈府。皇上终于动凡心了，真好。少废话，朕只是借接近江疏的机会，调查一下沈府是否与八仙王合谋。多说点他的情况，我先听听。调查？哼，之前还说被偷走了最重要的东西呢，我看偷走的分明是皇上的心。母亲近日操劳，这燕窝粥最是滋补。如今儿子既已承欢膝下，这前程上是否能够再进一步，也才不至于堕了母亲和英国公府的颜面。我也正有此意，放心吧，英国公府那边已经打点妥当，待百官核查之后，你可连升3级。多谢母亲栽培，儿子定将竭尽全力，不负母亲的厚望。江疏，你个不知廉耻的毒妇，敢抢我儿子，你不得好死！这蠢妇好不容易盼来的锦绣前程，绝不能被他给毁了。混账东西，你们是怎么召唤神母的？让神母跑出来打扰母亲，还不快去把神母带下去，好好休养！我看谁敢！你又是谁？我可是八仙王王妃的陪嫁嬷嬷。我们王妃在寺庙听说了弟媳认大伯为儿子的荒唐事，很是生气。我朝以孝治天下，最重礼法纲常，尔等竟敢如此妄为，这是将老祖宗的规矩置于何地？前世沈家后来也与八贤王府牵扯不清，借着交际的由头哄我拿出了多少银钱，还好这一事我早有所防备。那嬷嬷想要如何？江氏，就算你是英国公府嫡女，此事也要严惩不贷。哼，可是认子一事非我强求，是沈荣感念我夫君早逝，自愿过继到我名下，此事沈家族亲皆可作证，要罚也得先罚他吧，是不是啊，好儿子？
此事是我自愿，有什么惩罚，我一人领受。也罢，此事既然不合礼法，不作数就是。可是你一个寡妇，怎么能对你大嫂用那么残忍的刑罚？哦，是吗？那不知私用刑罚是什么罪啊，嬷嬷？王妃说了，动用私刑就是藐视王法，当斩。我没意见。可是对云瑶用刑的也是沈荣，是他亲手断的双手，也是他亲自发卖出去的。唉，我是沈荣的母亲，心里自然舍不得，但我也是英国公的嫡女，知晓家国大义。嬷嬷今天既然要秉公执法，那就请先斩杀沈荣。婶婶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嬷嬷，都怪江叔这个毒妇挑唆，蓉儿只是一时糊涂，都是受了他的蒙蔽。说的是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江氏，既然沈荣已认你做了母亲，他行差踏错，你这为母的必也难辞其咎。教子无方，纵容行凶，同样是大过。王妃有令，背离王法者皆须受罚。那又如何？我儿子孝顺，一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受罚，是不是，儿子？当然。嬷嬷有什么惩罚，冲我一个人来。蓉儿，你疯了？怎么向着这个贱女人说话？我可是你亲娘啊！婶婶，你给我住嘴！要不是你，我何至于此？好，嬷嬷，给我打，两个人一起打，重重的打。王妃有令，皆须受罚，不可替代。江氏做错了，我就要代王妃惩罚他。夫人，锦衣卫指挥使魏大人到访。参见指挥使大人。是他，他居然是锦衣卫指挥使。沈大人，本官奉旨监察百官，近日要在沈府多多叨扰。原来江叔说的百官监察是真的，看来我连升3级的事儿也是真的。指挥使大人前来，令沈府蓬荜生辉，我这就去好好准备一下。这位嬷嬷是在干什么？难不成府中有什么作奸犯科之事，还需要动用私刑？若真是如此的话，本官监察百官，倒要替你好好查查。嬷嬷，华妃的好意心领了，日后必当重谢，请随我这边来吧。指挥使大人见笑，家中妇人无知，打扰了大人清静，下官这就去准备最好的厢房，务必让大人住得舒心。不知可否请夫人带个路，本官还有一些关于沈燕的旧事需要请教一下。那就劳烦母亲了。他究竟想做什么？魏大人，请随我来。夫人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从未。是吗？可本官总觉得十分的眼熟啊，好似在梦里寻了千百回的狐仙姐姐。大人还是清醒点说话吧。姐姐，这是恼羞成怒了。大人还是少看些话本子，免得白日做梦失了体统。是，夫人教训的是，我给夫人赔个不是。大人有何关于先夫的要事，还请快问。我府中杂事繁多，不便久留。本官想问，你与故去的沈燕是否恩爱？我还不知道，锦衣卫指挥使大人竟然管得这么宽，对别人的闺阁情事也如此感兴趣。那到底是恩爱，还是……先夫温文尔雅，体贴细心，待我极好。我们夫妻之间恩爱非常，
好，既然如此恩爱的话，那他英年早逝，想必夫人必定悲痛欲绝，从未做过逾矩之事吧？那是自然。大人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主子，这女人这么不识好歹，是不是？别忘了我们是来做什么的，她还有用。是。有意思，不愧是朕看上的女人。他认出我了，他想延续这段露水姻缘。不行，我只想要个孩子，可不想要个孩子他爹。事情不能再耽搁了。虽一直在查沈荣罪证，但他做事滴水不漏，想要让他慌乱起来，可能得下一剂猛药，也借此机会摆脱锦衣卫指挥使。母亲，荣儿怎么来了？儿子有要事与您商议。先进屋吧。荣儿有心了。母亲，儿子记得田庄和铺面也到了收租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该给儿子了？我正准备给你呢。谢谢母亲。哎，母亲，您这是……荣儿，这些原本都是要给你的，可现在不行，现在母亲得留给自己的儿子。母亲，您在说什么呀？我不正是您的儿子吗？我说的是我腹中的孩子，这是我与夫君沈燕的遗父子，我的亲骨肉。早在他南下之前，便已有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他怀了他夫君的遗父子，这么巧？你怀孕了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？你是沈燕的大哥，又不是沈燕，又怎会知道我们夫妻的房中密事，还这么言之凿凿，认为不可能？我也只是听说的。你与二弟因纳妾之事争吵，二弟离家出走，心情郁结，怎么可能有心思与你同房？蓉儿，你也是结了婚有孩子的人，还不了解夫妻吗？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吵得再凶，一夜温存，雨过天晴也是常有的事儿。母亲怀孕也再正常不过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哼，怀孕？江叔，你骗鬼呢！燕儿都死了多久？我看分明是你耐不住寂寞，红杏出墙，不知道怀了哪个野男人的种，想赖在我神父的头上，你个不知廉耻的娼妇！哟，沈大人府中好生热闹啊！让魏大人看笑话了，只是事关神府后嗣，不得不慎重。有道理，不过想知道何时怀孕，找个大夫解决不就好了？对呀，大夫，来人呐，去请大夫。府上一直用的是周大夫，务必要让他验准了月份。等等，你一直觉得我抢了你儿子，恨不得我去死，我不相信你请的大夫。来人，去请仁心堂的李大夫，他医者仁心，街坊皆知。仁心堂？哼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早就打点好了一切？我不同意。既然双方都有所虑，本官倒有个主意。太医院的胡御医，医术精湛，如今正好在城南悬壶济世，不如把他请过来诊脉，想必就无人敢质疑其公正了。好，那便依魏大人，有劳魏大人了。是。你都主动说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他应该知难而退了吧？观他神色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他腹中未必是沈子的骨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夫人确乃滑脉，
怀孕无疑。不知腹中胎儿几月了？原来他打的这个主意。也2月有余，大概率是个男胎。什么？蓉儿，你看，母亲现在有了身孕，母亲说的是，这确实是天大的喜事。这个孩子以后就是我的亲弟弟，我定然好好待他。不过，毕竟这个孩子年纪尚小，将来还需母亲和我这个做兄长的多加扶持。母亲如今用心栽培我，不也正是给这个孩子的将来铺路吗？沈荣英很毒辣，真把他逼急了，就没有逗弄的乐趣了。如今看来，这魏大人似乎站在我这一边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蓉儿说的在理，那这些东西就交由你打理，可莫要辜负我和你未出世的弟弟。母亲放心，儿子定不负您的期望。珊珊，母亲累了，让她好好休息吧。魏大人，还有何事？本官还未恭喜夫人终于得偿所愿。魏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夫人的身孕明明只有1个月。你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既然话都说开了，这个孩子是我的，作为孩子的父亲，自然想要名正言顺。江叔，我要娶你，要给孩子一个堂堂正正的身份，怎么样？不可能。我可以等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必须确保自己和孩子的安全。这个沈荣绝非善，你今日之举吗？属实有点危险。魏大人既然知道沈荣危险，还要住进沈府，想必另有所图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自然是想要你。魏大人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不管你图什么，我可以帮你。而你，作为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堂堂锦衣卫指挥使，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女人被人害了去，对吧？我说呢，你怎么不怕他们知道你怀孕？原来是在利用我，利用我为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保驾护航、扫清障啊！是，我就是在利用你。堂堂锦衣卫指挥使，这么好的身份，我要是不利用，不是可惜了吗？你就不怕我居心叵测？在床上这么温柔的男人，没有什么好怕的呢。怀孕好辛苦啊，我累了。好，那夫人，你好好休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儿子。不管魏晨想要什么，他都不会害我。沈荣，敢对我腹中孩子下手，我等着你自寻恶缘。蓉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江叔肚子里那个到底是不是你的种？不管是谁的种，这个孩子都不能留。到时候只要这个孩子死了，江叔一个寡妇，到时候他能翻出什么浪花？到时候他的嫁妆、英国公府的势力都只能属于我，也只能依靠我。哼！
之前就不让你认她做母亲，那都是在耍你，知不知道？江叔没有这么重的心机，一个笨蛋罢了。倒是你，既然知道我对他有所图谋，叫他几声母亲怎么了？还三番两次的过来打扰我们。蓉儿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为我好，为我好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才是为我好？只有让江叔那个孩子死了，让他只有我一个儿子，那才是为我好。对啊，让他只有我一个儿子就好了。沈荣居然还挺沉得住气，到现在还没有动静。你是什么人？要你们命的人！有我在，谁都别想伤害我母亲！明知沈荣随时都有可能动手，我自然万分小心。找死！刘佛否？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我劝你老实交代，不然接下来这一剑就是刺向你的心脏。好你个贱人，敢招惹我母亲，找死！蓉儿这般心急，难不成是怕他说出你的名字吗？母亲，我如若有二心，方才不会做出那种行为。你怀疑我暗中做手脚，母亲，如若你执意怀疑我，今日以死明志。好啊，你今日若是死了，我便信你清白。蓉儿，江叔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就是想害死我们母子！蓉儿，你快点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不要再犯糊涂了！母亲，我发誓，我绝无二心。既然不是你派来的，那你说说，为何会有刺客来刺杀夫人？不管是谁，敢害母亲，就应当被做成人质。主奏，这是在黑衣人身上发现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大少爷前段时间在账房预支的银票吗？混账东西，少在这胡说！这不是有记录吗？这辈子要对付你，我怎么可能不在你身边安插自己的心腹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沈荣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却用如此手段对待你母亲，此事我定要禀明皇上，按罪论处。倒不必惊动朝廷。夫人，你为何替他说话？锦衣卫刑罚甚多，方才沈荣说的人质，我看就不错，既不会让人立即死掉，又能让人痛苦万分，刚好适合背后捅刀之人。夫人说的在理，那就先砍去四肢，再挖掉双眼，割掉舌头，熏聋耳朵，最后丢进猪圈，日夜折磨，好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发誓不是我，是他，就是他让我帮他支取银票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蓉儿，你疯了吧？你居然栽赃我！我没有栽赃你，就是你。怎么可能是老夫人干的？我可记得老夫人最疼沈燕这个儿子了，怎么会如此心狠手辣，对沈府的骨肉下手？母亲，你有所不知，老夫人一直怀疑你腹中孩子的身份，又忌惮魏大人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沈荣，我可是你的亲娘啊！你居然为了荣华富贵，你栽赃我！你简直是畜生不如！江叔，其实他根本不是沈荣，我不是沈荣还能是谁呀？燕帝已经死了，我要是出事了，
神父就完了！求求你可怜可怜神父，赔礼道歉吧！啊！是，都是我做的，不关蓉儿的事。沈夫人，你可得想清楚，锦衣卫眼里可容不得杀子。魏大人，沈老夫人年纪大了，您原谅她一时糊涂，从轻发落吧。来人，把沈夫人带下去。是。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，就是生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从此以后，你我母子恩断义绝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没错，沈荣简直就是个魔鬼，连亲娘都能牺牲，往后得更加防备才是。狐仙姐姐，今日我帮了你这么大忙，你是不是要好好感谢感谢？能调动大内侍卫的人寥寥无几，他到底是谁？不过他近日奋不顾身救我，可见对我并无恶意。狐仙姐姐，你怎么不理我了？我想当孩子他爹。这个免谈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只有一个吻。姐姐，你好凶啊！不过我喜欢。不要脸！你自己小心点儿，沈荣很危险。他这个人十分狡诈，他今日吃了亏，以后一定会报复。哎呀，姐姐这是在关心我吗？那干脆，姐姐嫁给我好了。你做梦！只要能跟狐仙姐姐在一起，哪怕是梦，也是可以的。大人，一定是刚才太热了，我才没有对他动情呢。什么事儿？八仙王十分谨慎，从不直接与神父联系。知道了，再去探。是。八仙王，原来他是为了收起八仙王的罪证来的。他救了我，如果我能帮到他，这也算是两不相欠了。江苏恐怕已经知道些什么，再按原计划进行，太危险了。不过，如今我高升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弄死。可是，他如今有锦衣卫大人当靠山，可不好对付啊。为今之计，只有铤而走险了。必须想个万全之策，既能除掉那个江叔，也能把那个锦衣卫拉下水。你把这封信交给蔡嬷嬷，就说老夫人约王妃3天后来府上赏花，然后沈老夫人呢？不是她今天约我来赏花的吗？王妃，您可算来了。江叔和锦衣卫私通，母亲知道，一时气不过，一病不起，连床都下不来了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在此做这种肮脏事！
娘子，魏大人突然不舒服，您快去看看。你怎么了？慧晨，你疯了！姐姐，我中了情药，你能不能心疼一下我？姐姐，你不仅是个小狐仙，还是个会挠人的小野猫呢。外面有人。怕什么？反正都这样了。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在神府私偷，简直不成体统！串门！是。王妃，你看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锦衣卫仗着自己有权有势，在我们神府无法无天。蔡嬷嬷，是给我把这对奸夫淫妇拖出来，当众处置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捉奸了。夫人做出这种不知廉耻之事，还有脸问我们做什么？一个下人也敢插手神府的事情，谁给你的胆子？那本王妃有没有资格管你啊？见过王妃，只是我好歹是英国公嫡女，睡个午觉的功夫，您就带着这帮人闯进来，这也不太合适吧？王妃，你看，这是男人的腰带，肯定是刚刚那个锦衣卫留下的。证据确凿，我看你还如何狡辩？本王妃最见不得这种不知廉耻的阿扎氏。今日我就替神府清理门户。王妃息怒，可江叔肚子里还有孩子。这个孽种，留着也是败坏门风。来人，给我把她架起来，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打掉。皇上驾到！魏晨，他居然是皇帝，怪不得他能调动大内侍卫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以后就不理你了，也不让你见腹中的孩子。姐姐，你危机还真多呀！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帮你都解决的。放心吧。我早就猜到，沈荣想接八贤王王妃的事，也看出魏晨没中情药，故意配合他演戏，就是想借锦衣卫的手彻底了结此事。可魏晨怎么会是皇帝？参见皇上！参见皇上！夫人，起来吧。免礼吧。不是锦衣卫吗？怎么变成皇帝了？这下完了。八皇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皇上，江叔与男人私通，败坏门风，本朝律法严明，
这种事按规矩是要沉堂的。可你口中那个奸夫是朕。皇上，您别说笑了，您是95之尊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怎么会看上她这种寡妇？朕就喜。怎么了？皇婶有意见，还是其他人有意见呢？朕不敢有意见。就算是皇上，也得守规矩。强抢臣妻是会让皇室蒙羞的。臣妾身为您的长辈，有责任提醒您，可别误入歧途啊。王妃这话就不对了，您不是早就知道我的夫君沈燕已经死了吗？既然我现在是个寡妇，那皇上又怎么能算强抢臣妻呢？皇上，方才王妃说要用乱棍打死我的孩子，还让蔡嬷嬷羞辱我。谁敢动朕的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朕就诛他9族。可若是皇亲国戚，又应当如何？住口！你这个贱人竟敢挑拨皇家关系，简直罪该万死！八皇婶，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。朕敬重你和八贤王，可你若是太逾矩的话，那就别怪朕不留情面。怎么，你还想杀了我不成？就算是皇帝，你也得掂量掂量，我可是八贤王的正妻，你敢动我，你这皇位还坐得稳吗？王妃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八贤王是要造反？王妃切莫生气，皇上刚才只是一时气话，您不要放在心上。朕跟八皇婶说话，有你插嘴的份吗？皇上既然要罚，恐怕先插嘴的江叔才更该罚。蔡嬷嬷，给我把这个贱人的嘴打烂。是。谁敢抗旨欺君，就地正法。皇上，手下留情。皇上，手下留情啊！皇上恕罪，怪本王平时管家不严，太过放纵夫人，竟敢妄议皇上私事，实属罪过呀。皇叔也说王妃做错，那你说说该如何惩治？皇上别太过分了，做错事就应该受罚，只怪王妃关心则乱，担心皇上的清誉。毕竟你与一位寡居的夫人过往甚密，传扬出去有损龙威呀。是吗？可我听说八王爷府上美女如云，光妾室就有38房，官员们送来的京城名妓您都来者不拒。您看，您这不也好好的在做你的八贤王吗？难道同样的事情王爷做的，皇上就做不得？江氏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寡妇，敢在本王面前放肆。她自然算是朕的。怎么，皇叔，你对她有什么意见吗？好，是本王僭越了，皇上的私事本王不应该管。王妃还不向皇上和江氏赔罪？臣妇失言。王妃方才还说要替沈家清理门户，要将我腹中未出世的孩子乱棍打死，如此歹毒的心思，一句轻飘飘的失言就想接过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要你跪下磕头，为你说的每一个字给我腹中的孩子赔罪。你痴心妄想，我堂堂王妃怎会跪你一个贱人？跪！臣妇失言，还请恕罪。你说什么？我都没听见啊！哎呀，现在听到了，真好听。江叔，今日之辱，我定要你100倍偿还。
哦，对了，八贤王方才也说皇上与我这寡妇厮混到一起，有损龙威，是不是也该跪下来，把您吐出来的话再挺回去？皇叔，既然我夫人让你跪，那你便跪吧。魏晨，本王给你3分薄面，不要不知好歹。真以为这龙椅你坐稳了吗？八贤王势力果然根深蒂固，连皇上都敢叫板，只要抱紧他的大腿，皇上也不敢动啊！王爷既然不肯认错，那我就教教你。你这贱人敢对本王动手！皇叔，注意身份。魏晨，想清楚你手里的地盘配不配跟本王作对？虽然没想这么快动手，但是他敢欺辱酷仙姐姐，朕绝不能忍。王爷这是不装了，露出真面目。你什么意思？立秋，念。是。元启3年5月，八贤王收受漕运总督白银80万两，为其遮掩漕粮亏空。元启4年正月，勾结吏部侍郎买卖官职。元启5年9月，皇上微服御赐，刺客所用弩箭出自八贤王府上。你来神府是想通过我接近沈荣，看能不能顺藤摸瓜查八贤王的罪证。可八贤王对你有防备，你查他难，英国公府查他却容易。我让父亲暗中搜罗的证据，加上你掌握的，够判他10次了。皇叔，这桩桩件件足够你死上10次。念在血脉亲情，不对你赶尽杀绝。即日起，褫夺你的全部兵权，闭门思过，无招不得出府办。他可是你的亲叔叔，先帝在时都要让他3分，你竟如此对待长辈。好，今日之事本王记下了，你不要后悔。朕从来不做后悔之事。来人，把八贤王与王妃送回府中，严加看管。哼，怎么会这样？蓉儿，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母亲，母亲，儿子错了。是吗？错哪儿了？儿子猪油蒙了心，听信了下人的挑拨，才会跟外人一起质疑你的。母亲，原谅我这一回了。沈荣，朕微服私访的这些日子，可是把你的罪行都看在眼里。你买官鬻爵，谋害母亲，苛责自己的亲生儿女，还想抵赖？立秋，这都是你的罪证。狐仙姐姐，这算不算心有灵犀呀？你帮朕查八贤王，朕一直沈荣图谋不轨，朕便送几句关心。皇上明察，朕都是有苦衷的。有什么苦衷，去昭狱中说吧。立秋，把他带到昭狱去，让他尝遍狱中的苦刑，再死。母亲救我！蓉儿，这可是皇上的旨意，我一介小小的妇人，怎敢知悔？你呀，就好好的去大牢里面待着。念在母子一场，我会给皇上吹吹枕边风，让你的苦吃得更足一点。江叔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吵死了！好了，都解决了，我先走了。狐仙姐姐，皇上这是做什么？民妇何德何能攀上皇上的万金之躯啊？你难道不是早就猜到我是皇帝了吗？我那是以为你奉皇帝之命探查。算了，我不是存心欺瞒于你的，我只是一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罢了。你以为我是你的大哥，
其实我是沈燕，你的夫君。不可能！所以说你蠢啊！他死了，忽然冒出一个双生送人的大哥，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吗？这不过是我的计划罢了，利用你的愧疚，送我上青云。皇上，欺骗就是欺骗，我这一生最恨的就是被人蒙在鼓里，像个傻子一样被玩弄于股掌。皇上请回吧，以后也不用再来了。皇上，既然这么舍不得，为何不直接追出去，好好解释清楚呢？你不懂，方才他的眼神分明是伤心了。不过伤心嘛，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朕一定能够成功把他追来的。哦，皇上心里清楚就好。这八仙王狼子野心，这次证据确凿，为何只是将他禁足？此人性情不能一举按死，以后定生大患。八贤王经营多年，党羽遍布朝野，若此次对付了他，那些藏在暗中的魑魅魍魉就不能一网打尽。皇上高明，臣会继续加派人手紧盯八贤王。只是离宫多日，宫中政事积杂繁多，是否该回宫了？不回。朕的追妻大业尚未成功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讨回狐仙姐姐的欢心。微臣，黄口小儿竟敢如此折辱本王！来人！王爷，吩咐下去，不忍了，准备起事。王爷息怒，如今魏臣已非无下阿某，羽翼渐丰，经此一事，他的戒备必然森严，恐怕更难对付。之前是一直找不到他的软肋，才会徐徐图治，如今这个叫江疏的就是他的软肋。我要去找一个人。别把他搞死了。放心，我有分寸，保证让他尝尽每一份苦刑。想活命，就按我说的办。夫人，可本官总觉得十分的眼熟啊，好似在梦里寻了千百回的狐仙姐姐。什么声音？姐姐，我骗了你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找任何借口，错了就是错了。既然知道错了，你还来做什么？今天一是来道歉的，二是落东西要给你。皇上的东西，民妇受不起。我说你受得起，你就受得起。这是何意？这是我对姐姐的承诺。往后我若是有再半分欺瞒于你，让你心寒，
让你伤心失望，你可亲自执笔写下诏书，不做我的皇后。谁是你的皇后？姐姐，你可愿做我的皇后，携手一生，白头到老？以后你要是再敢骗我，我就跟你和离。都听姐姐的。皇上，我们家小姐收到张纸条就出去了。玉这使言下落，速来城郊竹林。他去了哪个方向？怎么是你？怎么不会是我呢？我的好母亲，看来你虽然成为了皇后，但是心里还是放心不下我那个死去的燕帝嘛。既然为了他独自一人跑到这荒郊野岭来，你真的很在乎他。在乎他？我当然在乎他，我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在乎他，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想亲手杀了他，将他做骨扬灰。你说呢，沈燕？你说什么？很意外吗？我早就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从你带着你那外室和你那野种踏进沈家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是谁。而后你步步为营，步步算计，我也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你果然知道，怪不得我觉得我处处受制。原来你一直在跟我演戏，可惜呀，可惜，我最终还是会得到我想要的。至于你，独自一个人来到这儿，就别想活着离开。你敢？他不敢，我敢。八贤王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劝你就此收手，或许皇上还会饶过你。收手！本王布局多年，今日便是收网之时，利用你除掉魏臣，这天下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皇叔的囊中之物，朕同意了吗？皇叔，好久不见。你果然来了。为了这个女人，你连命都不要了，给本王拿下，格杀勿论！哎呀，皇叔莫非是忘了，朕还有3个亲兄弟，你就算杀了我，这天下也轮不到你来做。那些酒囊饭袋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今日本王杀了你，支持本王的人必定会联名上奏，拥护我继承大统，名正言顺。呵呵，联名拥护上奏，皇叔果然是好算计。可惜皇叔算漏了一点，朕今日还死不了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我杀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杀皇叔你啊！皇叔，你自以为算计了一切，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怎么做。八贤王想要利用我将我引出来，可惜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沈荣的身份。我和姐姐假装中计，好骗过皇叔的眼线，实则暗中早就调换了你安排的杀手，还顺藤摸瓜，把皇叔在朝堂上的党羽一网打尽。找死！站住！他跑不了的。
玩够了吗？玩够了的话，就把他杀了吧。糟了，来不及了，姐姐！啊，怎么了？骑士马上无误了，咱们拜堂成亲要紧啊！